大家好，比特币实在是没有钱买了，这一次跌到10万美元，反正我是贡献了最后一点多头力量。那据消息称，伊朗、以色列或者是美国已经同意停火。新闻我感觉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家人们，这一次加特利的低点98K，如果现在有利润以及牛旗的结构，等下来计划怎么走，可能下一个目标会涨到15万美元。反正希望家人们，不管是这2、3年是一路在买，所有的利润希望大家继续给我好斗。国语很烂，感谢点赞，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群。另外，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X 交易所，它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注册链接，现货合约交易手续费永久返佣20%。我们先来看一下这2天 YouTube 视频，是跟朋友们提到，比特币有可能受战争的影响，它下跌会在加特利形态的低点位置，大约98K， 也就是前面这2个高点的位置。我们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形态哦，那这一次就跌到前面这2个高点的位置，或者是反正短期价格一定是上涨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在这个位置低点有利润的朋友，斜波形态、加特利形态一般有几个目标位，也就是从 A 点到这一个低点的位置，你去画一个环境比例。我们可以看一下 0.382 是一个目标位。不过我的观点是，你尽量有利润的朋友，因为昨天有跟我们提到，你如果有利润的朋友，就把这一个低点或者是进场价设为自己的成本止损，去赌它的大长线。或者是那昨天这一根蜡烛大长 K 棒，可以去观察一下一半的位置，其实现在 0.38 已经过了，或者是你可以把短线的支撑要不要修正到这个位置，取决于你自己到底是短线交易还是长线交易。因为这个 0.38 的位置我们可以看一下，也就是这个3灯星跟这一个盘整区下灯星低点的支撑，大约是在10.3000美金附近哦。或者是还有一个目标位，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就是加特利形态，还有一个目标位就是从这个 A 点到 D 点0.618的位置，短期你去观察。比特币在这个位置有2种走势，如果它要直接过，我们要去防止它有没有可能还是在右肩盘整。如果在这个位置它要盘整一段时间，那我的观点可能更有利于后面把这个0.618给挑战，因为这个位置短期还是有一点压力，就是前面这一个灯形以及这个灯形、这个灯形，还有这个盘整区低点的位置，大约是在10.6800美金附近。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中东那边的消息，昨天依然是回击了，不过没有对美国的一些基地造成多大的影响，所以也是有看到一些新闻啊，美国那边或者是以色列也是同意看要不要停火，或者是我们来看一下伊朗外长最新的消息，他们还没有就停止或者是停止军事行动达成任何协议。不过我们看一下这一则消息，下面是有提到，就是只要以色列政权在今天凌晨4点之前停止对伊朗人民的非法侵略，就是伊朗也不打算回击了。关于停止我们的军事行动，最终决定将在稍后做出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是反正该有的利空或者是该下跌的低点，比特币的这个日线，前段时间包括周线也是有跟大家提到，比特币这个位置它是非常非常像2023年当时这个位置的上涨，因为连续7根的上涨，这个位置也是连续7根的上涨，而且上涨在高点的位置，比特币高点更高，周线的 MACD 指标。你在高点的时候你去看背离，但是下跌到低点的位置看什么背离？下跌低点的位置我们要找短线的一些支撑位。那现在我们再回到比特币的日线，反正我的观点是这样子啊，可以观察一下下跌的低点前面2个高点的支撑，是不是跟当时2023年的这个位置也是同样下跌的低点？就是前面1个、2个或者是3个高点的支撑，那同样也是一个下降通道，就是这个位置是一个旗形的通道。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下方的 MACD 指标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像，它就是 MACD 之前涨高了以后，然后
然后 MACD 指标慢慢修正到零轴附近，很多技术派应该都知道 MACD 零轴是多空分水岭，它是略微跌破，然后在这个位置价格就开始上涨，或者是这一次也是一样，涨高了以后修正到零轴的位置，同样也是跌破零轴，而且跌破的位置比特币价格低点更低。那日线里面这种底背离的位置，现在价格涨上来，然后我个人是比较偏向比特币这个位置它牛起的结构就是非常像当时2023年，那什么条件有可能比特币下一步会像这样子直接再复制一个旗杆，就是从当时这边启动的位置，你去观察，把这一个旗杆移动到这个低点启动的位置，当时是涨到这个74K 附近，是一个满足位。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我们把这边的蜡烛给它复制一下，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移到这个位置，可以去留意一下，比如说当时的这个高点回撤有没有可能就像当时的这个位置，你去观察一下上涨以后，这边不是有一个接近20天左右的一个盘整趋势一个关键如果比特币短期，反正我的观点是价格涨多了，它上面还是有这个通道的压力，最好是能在这个位置，就像2023年当时这个位置盘整个20几天左右，然后有可能比特币后面开启的上涨，有可能就会这么给力。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热力清算图，我们看一下2周的数据有没有发现这一次下跌，其实下方没有多少人在做多，相反的上方是有一大片的空头在这边做空，也是跟大家讲，大部分人如果在做空的时候，包括推特上面也是一直在提醒，看涨加特利的形态，你不要去看空比特币那我估计反正比特币短期最好是在这个位置先盘整，因为短期涨多了盘整的话，有没有可能继续吸引一些空头，如果它短期要直接把这些空头全部干爆掉，那我们就要反比特币会不会价格还是在整个右键里面区间盘整。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日线的这张图表，几次支撑猜的也不准，不过这一次2100是相对比较准那现在价格，我的观点是它以太坊已经是重新返回了这个盘整区间，下方就是一个陷阱确认。我相信既然这个箱体已经是回到这个箱体，那上面的高点后面肯定是要全部挑战。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狗狗币日线的这张图表，包括狗狗币昨天也是一个多头的吞噬如果要把支撑修正的话，你可以去留意，也就是这一根多头蜡烛一半的位置。那短线的狗狗币我们先观察吧，这一次是跌到这一个通道的低点，那上方还有一个趋势线是压在这边，或者是这一个趋势压力的位置，也就是前面这一个盘整低点的位置，大约是在0.1695附近我们尽量先观察吧，比特币那边涨多了，价格会不会狗狗币也跟着盘整，然后后面反正长线我还是继续在看涨狗狗币。最后感谢大家收看对我们。